故事呢是我二表哥阿武退伍回来的那天晚上跟我喝酒的时候说的。那大概呀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他酒过3巡，他红着眼睛清了清嗓子对我说：“小友啊，哥能活着回来，是你外公外婆的在天之灵保佑啊。”阿武比我大8岁，18岁那年呢就去云南当兵，兵种啊是边防巡逻兵。具体在云南哪个位置我没问过他，他也没说。我只知道啊是在与这个金三角这个地方靠得比较近的这么一位置，常年啊都是在山里巡防。据我大舅说，那边生活是很苦的，顿顿都是大白菜，想吃别的没怎么有。大舅有没有心疼儿子而夸大其词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我这阿武哥看起来不像是比以前还瘦啊，反而比以前更壮了。这吃大白菜还有这功效啊。金三角这个地方盛产毒品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咱们国家呀作为一个毒品的消费大国，自然是金三角那边看中的一块大肥肉。于是呢，这毒贩呢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，携带毒品翻山越岭潜入边境。阿武呢作为边境巡逻兵，守卫那片土地的安宁就属于他的任务。他不能让这非法分子跨进国门。可是啊，这毒品的利益是相当惊人的，就算撞见他们，那些毒贩也根本就不会乖乖就范。没错，真枪实弹的就干呢。阿武跟我说，我们的子弹呢是24小时上膛的，就是为了预防万一呀。阿武的话把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当兵只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偶尔搞个演习什么的还挺好玩的。可是他跟我说的竟然跟我想象当中的天差地远。这和平年代还用得着拼命啊？这似乎很遥远。想当年村委会告诉我征海军，我还去体检了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去成，一直挺遗憾的。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。阿武的班上啊有个战友叫大黑，听名字就知道是个脾气火爆的家伙，这3言2语的不合就开练，对谁都是牛逼哄哄的。挨了不少的打了，还是没学会老实。但是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本质并不坏，大家相处久了肯定会有感情的。而且呀，这个大黑有个软肋，就是非常痴情。他在老家有个女朋友，经常给女朋友写信，当兵的时候发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全都寄给他女朋友花了，只留下点买烟的钱。然而异地恋可是爱情的刽子手啊，更何况像是大黑这种兵哥哥，1年呢也回不了一趟家，于是就被分手了呗。等他知道的时候，这女朋友都嫁人了。哎呀，讲到这儿啊，我不禁想起了台湾的一部电影，是侯孝贤拍的《恋恋风尘》。男主角阿远也是去当兵的时候经常给女朋友写信，结果呀，青梅竹马的女友阿云竟然嫁给了经常往来送信的邮差，这可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呀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电影最后阿远的阿公用闽南语骂着，叫干一三妹呀。我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，反正跟我讲的是挺像的。行了，扯得有点远了，咱们继续回到故事这边来。这大黑被分手之后，整个人呢就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，整天愁眉苦脸，闷闷不乐。要不是对着天空发呆，就是翻看前女友给他写的信，一遍又一遍的这么看，看完了之后啊，又小心翼翼的折叠好，夹在书本里，藏在柜子中。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意外的发生。也许啊，这个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。在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，阿武跟大黑还有一个战友去巡防，结果在边境线那边遭遇到了毒贩。走在最后面的大黑被毒贩
打冷枪爆了头，当场就死了。大黑殉职，也就成了阿武心中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。似乎他至今也无法忘掉大黑死在他眼前的时候。不管怎么样，大黑牺牲了，阿武跟另外一个战友活下来了。之所以如此，他才会说出开头的那句话吧。阿武跟另一个战友把大黑抬了回去，到了房区大门口，他就躺在地上昏过去了。虽然呢，他时刻做好准备牺牲的准备，可他第一次面临离死亡这么近的这么一个情况，这眼睁睁的就看着战友死在自己眼前，这让他难以接受啊。也许是因为身体疲惫，又或者是因为心累，所以他晕倒在了房区门口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医务室里了，好在身体并无大碍。他接受了一堆这样那样的调查报告之后，终于可以躺回自己的床上了。然而就在当天夜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由于白天发生的事情，阿武失眠了。他闭上眼睛却没睡着，脑海里全部都是当时的片段。直到别的战友鼾声四起，他依旧是没有一丝的睡意。正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，突然他听到有人开柜子的声音。他睁开眼，发现铁柜子前猫着个人影在开柜子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要出门吗？哪个大吃死的懒汉放夜屎的家伙在找手指啊？阿武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的。然而等他仔细这么一看的时候，他却惊呆了。那个黑影打开的竟然是大黑的柜子。他是谁呀？这大黑柜子里的遗物已经被清空了，班里的人是都知道的。那么谁还会在半夜偷偷摸摸的翻大黑的柜子呢？阿武顿时觉得奇怪，紧紧地盯着黑影子观察。这黑影翻了一会儿，似乎从里面拿出了什么东西，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放进去，然后把柜子关上了。阿武不作声，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个混蛋呢，敢动自己死去战友的柜子。等他回到自己的床位上，阿武就能知道是谁了。你终究得睡觉吧。可是令阿武瞬间感觉到惊悚的是，那个黑色的影子竟然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大黑的床铺。而这个时候，阿武感到害怕了。因为阿武他从小生活在农村，对这牛鬼蛇神之类的事儿听说过不少，对这些东西也是敬而远之。突然他的脑海当中闪过一道情景，刚刚黑影的反应十足像大黑生前看情书的那副模样。难道是大黑回来了？阿武没有勇气起床前去查看一番，他默默地等待着黑影接下来的动作。然而自从那个黑色的影子躺下之后，就再没动静了，只有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。又熬了半个多小时，阿武的困意席卷而来，眯上眼就睡过去了。第二天醒来，阿武没有对其他人说起昨天晚上的事儿。大黑的床铺上空荡荡的，怎么可能有人？可是昨夜的黑影又是怎么回事？阿武藏在心里，等其他人都不在的时候，他悄悄地打开了大黑的柜子，里面是空无一物的。然而事情没有这样结束。每天晚上到了同样的时间点，那个黑影就会出现，先是翻柜子，然后躺回床上，反复的。阿武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悄悄地问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战友：喂，这夜里是谁他妈老是起来翻柜子呀？阿武不敢直接说。怎么，是谁翻柜子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名战友都疑惑了。你没听到吗？哦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啊，听错了。
武知道自己肯定没听错，也没看错，在部队里散播谣言，那可是要接受严重处分的。可是就是这么一句话，阿武还是招来了上级的关注。上级开始对阿武进行心理辅导，他知道上面听到他的话了，如果不是念在他经历过生死的任务，肯定会对他做出处分的。好在他乖乖配合，上面也没有追究。虽然夜里的黑影依旧在反复着，还好他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。阿武甚至一度认为是自己出了精神问题，直到后来出了一件事儿，上边才重视起来的。大黑的床铺是上铺，有个战友觉得上铺好，就换到大黑的床铺上了。阿武由于上次的事情就没敢出声阻止，结果呀，出事儿了。这位战友叫做小泉，搬到上铺的第二天早上，一起床就喊头疼，到了医务室开药吃，结果似乎没什么作用。训练的时候他倒在了训练场，抬回来之后就陷入昏迷了，而且还发起了高烧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只是感冒，还送他去医务室吃药打针，结果这高烧不退，反而继续升温。小泉昏迷当中总是喊头疼用手不自觉的总是敲自己脑袋。阿武看到他敲自己的脑袋，不由心凉了一大截。小泉所敲的位置，不正是大黑中枪的位置吗？阿武还是不敢出声，心里急的是团团转。知道小泉被送到了军区医院，可是小泉的高烧还是控制不住，打了针一会儿下去一会儿又上来，折腾好几天呢，眼看这小命就要保不住了。阿武看不下去了，冒死向指导员进谏，结果指导员却把阿武骂了一顿，说他看到了为什么不早说呀？阿武当时都懵了，这话能随便说吗？在部队里宣扬封建迷信，这不找死吗？指导员让人从医院把小泉拉回来，放到大黑以前的床铺上，当着所有战士的面，指着小泉的鼻子就大声骂了：大黑呀，你小子有种啊，竟然想弄死自己人呐！骂了半天，骂他这个骂他那个，骂他是叛徒，骂他是个懦夫，骂他你有种上冲我来呀！你死是我的错，我没好好保护你，你冲我来。又说小泉是无辜的，你祸害他干嘛呀？指导员冲他吼了半天，唾沫横飞，声嘶力竭，站在一旁的战士都忍不住落泪了。不过没有人敢抬手去擦眼泪，就这么让眼泪顺脸颊就流下来，直到指导员吼不出声来，他才停止的。话我就说到这儿了，小泉要是死了，我跟你没完，你别看你死了就利索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指导员最后丢下这么一句话就走了。众多战士守着小泉的身边，不敢离开，又不敢挪动，静静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。隔了2炷香的时间，奇迹果真出现了。小泉慢慢转醒，疑惑地看着周围他的战友们：哎，你们怎么哭了？我们他妈没哭！众战士异口同声地说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一直到阿武退役，他再也没有在夜里见到那个黑色的影子。他知道，自从那天被指导员骂了这么一顿，大黑可能就真的走了。好了，这个是关于部队的这么一个真实灵异故事，咱们就讲到这儿。